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那么另外呢，其实就是那内湖的时候，那个瓶子里边也用来喝酒啊，那说明至少我们在黄河流域啊，目前来看的话，最早的先民喝酒的时间的话是距今9000年左右啊。那么目前全国来讲，那么我们古代先民喝酒最早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啊，这个的话是在我们的长江下游的这个上山遗址，那么距今10000年啊，10000年前啊，这个呢也是上山遗址呢，也是2024年啊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啊。那么在上山遗址也发现了这个，我们用水稻啊，然后用蜂蜜，还有这个叫什么嘞？山楂，然后酿的这个酒啊。那其实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古代先民喝酒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比较晚啊，其实是很早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喝酒啊，经常说，哎呀，大家说微醺的一个状态，其实古代先民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微醺的状态的。但是部落首领喝了这样的酒之后呢，他觉得他通神了。那在这种通神状态下的话，那他就要要垄断这个喝酒的这个权利。另一个方面的话，其实他是觉得他是通过这个可以做到信仰层面大家的这种部落的这个统治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说他是喝酒的。那么另一个证据呢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甲骨文的造字中也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啊，这个酒字是怎么写的呢？它跟尖底瓶啊简直是密不可分啊，然后就是一个尖底瓶啊，各种变形啊。那么另外的文化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是我10几年前的时候，当时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在它的这个埃及展厅的部分呢拍到的2张照片啊。上边的这张照片呢，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尖底瓶啊？这个尖底瓶啊架在一个架子上，然后用吸管啊，有一个奴隶，然后帮着这个主人，然后进行吸什么东西。啊，大家可能说，哎呀，这个不就是吸饮料吗？你怎么能证明它是喝酒呢？啊，在下边的这个图里边，大家看到这个尖底瓶啊，在一个葡萄园里，有人摘葡萄，有人在这个采葡萄啊，对应的又有尖底瓶，那这个瓶子大概率应该是装葡萄酒的吧？啊，所以的话，其实这个文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说隔着千山万水，我们不知道这2个文明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沟通，但是大家在尖底瓶用来喝酒或者用来酿酒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好，我们讲完了这个仰韶文化的这个尖底瓶啊。仰韶文化呢，它分成有2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刚才这个半坡类型，第二个类型呢叫庙底沟类型。那么这个彩陶钵啊，大家看着不起眼啊，也你看1破的，2那个什么上面还有点像有点灰尘一样啊。那但是这一件钵呢，其实是它上面的图案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因为这个图案呢，它的影响力特别大。这个图案呢，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它像那个花瓣啊，花瓣，然后就是是华，就是花，然后后来引申成华，就是我们的华族，我们中华民族，然后这是华族的一个溯源。第二个说法呢，其实是说它这种图案呢，它是由3个主要的基本造型构成的，分别是圆点、弧线和三角啊，这样的一个构成。那这样的一个图案呢，其实它在5500到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在我们的黄河的上中下游，长江的上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其实都有不同的这样的图案的这个陶器的一个出现啊。那么这么广泛的一个区域里边出现相同的图案，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不敢说这时候统一全国了，但是我们说至少在非常广域的范围内，形成了非常大的一次文化认同啊。那么这个时期大概是什么时期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炎黄时期啊。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借用的其实是王威理事长他在分享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里边的一张图片。那么这个图片里边其实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图案啊，在这么广域范围内的一个分布啊。那我们的这个炎黄时期，大家觉得是一种传说啊，但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证明，这可能是一个
真的事儿啊，但是呢，还需要这个考古证据进一步的去证明。好，我们讲完了这个黄河的中游啊，接下来我们讲黄河的这个下游。黄河下游地区呢，主要是在山东这个区域。那么山东这个区域里边，那我这里放了这么多啊。那首先呢，就是看最左边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呢，其实它叫彩陶波形鼎。首先呢，它是一个鼎，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呢，鼎应该长成什么样呢？鼎可能是长成最右边的这个模样的，就是我们的，因为司母戊大方鼎或者后母戊大方鼎太有名了啊，那所以大家的概念里边，鼎可能是方的啊，它是4条腿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为什么这个6100年前的这个鼎怎么是个这样子的呢？其实鼎呢，其实最早呢，它就是一件炊具啊。那么它经历了中间的这个演进的一个过程。它的第一阶段呢，其实是用陶支支起来一个钵或者说一个釜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我中间这里有一个陶支，下边呢其实是放的是中国考古博物馆的一个支起来的一个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这是它的第一发展阶段。那么经过好长时间的一个演进之后，后来它这腿啊就长到这个钵上了，然后就变成左边的这样的一个模样。那么它下面呢其实是生火，然后上面可以做饭啊，这个就是我们鼎最初的模样啊。那么后来这个鼎啊，这个陶鼎，然后到了我们夏商周的这个时代之后的话，其实它就上升到了礼器。上升到礼器之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的鼎簋制度。那么天子啊、诸侯啊、大夫啊什么的，不同的这个层级向下的话，大家的鼎和簋的这个配置是不一样的。那么鼎的话，其实就是本质就是做饭的锅啊，本质就是做饭的锅啊。簋呢，其实是干饭神器啊，是个碗啊。那其实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鼎的一个源头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不经常也说三足鼎立啊？那三足鼎立的意思呢，其实大家是不是看到鼎最初是圆的啊，是3足的啊？那这样的话，其实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啊。好，这是鼎，然后再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以及到了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啊，然后诞生了我们中国古代陶瓷在新石器时代的这种黑科技啊。这个黑科技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蛋壳黑陶啊。蛋壳黑陶呢，就是我们先看最左边的这个是上博的这一件蛋壳黑陶。那么这个蛋壳黑陶的话，它闻名于世的点呢，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其实叫黑如漆啊，大家看到都特别黑啊。第二个呢，其实是亮如镜啊。其实它是用一种就是在烧造的过程中啊，产生浓烟，然后把它熏黑了之后啊，然后进行磨光。磨完之后的话，其实它像漆一样，就漆黑的。因为我们现在说漆黑，大家可能对漆没概念，其实漆最原始的颜色是黑色的啊，然后又特别亮啊。那这个再就是它的声音啊，特别清脆啊。那更主要的其实是，它很薄，那薄如纸啊，薄到多厚的纸呢？我们大家其实有概念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 A4 纸，2张 A4 纸的一个厚度，大概呢是在0.2到0.3毫米这样的一个厚度。那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薄的。那么同时因为它很薄，然后所以呢它很轻。那么这一件糕饼杯的话，大概多重呢？它的重量是50克。那仅仅比这个马王堆这个辛追夫人的那一件这个素纱衣重了0.1克啊。对，重了1克啊。那其实那一件的话是49克啊。那其实大家的感觉，其实还没感觉的话，其实你就拿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平常一个鸡蛋的重量差不多就是在50克左右啊，所以它端起来之后啊，像拿着一颗鸡蛋一样。同时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它中间还有个镂空啊？镂空里边呢，其实它还有一颗陶铃，如果拿着它，然后轻轻一摇的话，它还会响。所以呢，这还是一件响器啊。这样的糕饼杯呢，其实目前据我所知的话，我也看了很多的这个考古的一些资料啊。然后目前在全国出土的就只有2件
那么另一件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一件，就是在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之一了，然后也是糕饼这个黑陶的这个糕饼杯。然后在右边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国家博物馆的这个黑陶糕饼杯了。那么它的这个大家应该品质和技术含量大家应该有目共睹啊。然后那应该说这个我们左侧这两个呢，其实是他们的这个品质是最高的啊。那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糕饼杯的话，其实是在非常高等级的这种贵族的墓葬里边，和别的一般的这个陶器都不是放在一块儿的，它是单独进行这个陈放啊。那其实这样一件糕饼杯的话，它显然已经不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具了，它是一件礼器啊。那么这一件礼器的话，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那么它从工艺上来讲的话，它是由6部分拼接而成。用了什么样的？它要做的这么薄的话，必须要用我们的快轮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在制陶的时候也用快轮，所以呢，用现代工艺去仿制它，其实都是很有挑战的啊。所以呢，这个黑陶杯呢，也是我们相当于是整个中国的这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个黑科技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同时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中国是礼仪之邦啊，然后刚才说到这是一件礼器，那么我们最早的礼器，目前从考古结果去看，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成组的，比如说石器、玉器这个陶器以及棺椁制度啊，比如说埋葬的墓葬啊，有棺还要有椁。这样的一些制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好多的这个就是后来的我们的这个王侯级的这个墓葬都是棺椁制度比较严苛的啊。那但是中国最早的棺椁制度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山东地区的这个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啊，这一时期出现了，那就说明那在这一时期呢，其实它的这个文化和礼制的这种这个进度呢是非常快的啊，也是比较先进的。另外的话，我们说山东大旱，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在4、5千年前的时候，我们因为这里也出土了很多的一个墓葬啊，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当时的这个先民大概身高，比如说男性身高是多少呢？现在的这个数据的话是男性的身高平均身高是1.73米啊，女性身高大概是多少呢？女性身高呢，是平均1.64米啊。那应该说这个身高其实可能也超乎现在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想象这个身高还是挺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高的。那么说明这个山东大旱不是现在进化出来的，而是4、5千年前的时候已经长这么高了啊。好，我们讲完这一块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讲到我们的这个黄河的这个上游。黄河上游呢，主要是这个马偕凹文化。马偕凹文化的这个它是以彩陶来著称的。那上游这块呢，重点呢其实是在甘肃和青海这个主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一件呢，马偕凹文化呢，它又分成4个不同的这个类型。那么这个类型叫马场类型，这是它发展到后期比较成熟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那我们整个马偕凹文化的彩陶呢，可以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呢，其实它早期呢其实是以黑彩为主，后期呢就有黑红二彩了。那么这一件陶罐上大家可以看到有红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纹饰。它的纹饰呢，主要有3种主要纹饰。第一个呢，其实是这种大的圆圈第二个呢是大的这种网圈纹第三个呢其实是弦纹这是马偕凹文化的3种主要的这个纹饰的这个类型。那么其实这个罐子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圆圈纹其实它一共画了4个。那么每个大的圆圈纹里边，大圆圈里边其实还有网圈纹有3个网圈纹那其实有人开玩笑是说，我们四千多年前的这个甘肃的这个先民然后其实那会的时候已经熟练的掌握了一年有
4个季度，一个季度有3个月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啊。但是，这个罐子呢，其实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马偕窑文化先民的很多的一些智慧在里边。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罐子的这个彩绘啊，其实它是在这个中部。向下一点点以后，它就不画了啊。这块为什么它不画了呢？啊，还有非常核心的原因，其实我们知道那会儿的时候，先民席地而坐。那从视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腹部稍微宽一点的这个地方之下呢，其实你在视线上是看不见的啊。为了节省这个颜料，那就不画了。啊，那么相应的呢，有的马偕窑文化的这个彩陶罐呢，它的这个罐口以及罐口的里边，它也会画，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视线你用俯视的这个角度的话，它是能看清的啊，它又兼具那样的一个审美啊。同时，这个罐子的话，又是用泥条盘铸法做成的。啊，因为这里没法展示泥条盘铸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工艺啊，但是呢，大家以后如果看到一个陶罐，如果你有机会上手，或者说你有机会从它这个口沿部位口部向下看的时候呢，其实你是能看到它里边，它外面虽然很光滑，但是它里边呢其实是有很多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盘铸的这个痕迹的啊，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那么同时的话，其实刚才说到马偕窑文化呢，在这个青海和甘肃啊，然后青海有个地方啊叫柳湾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啊。然后柳湾这个地方呢，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了啊。但是呢，1972年的时候呢，这个老军医下乡的时候啊，然后到柳湾去给人民群众看病，然后看病过程中呢，就发现好多人的家里其实都有这样的这种彩陶罐。啊，那所以呢，这个老军医呢，他是有一定这个相当于是文博的这个知识积累的，他就花了几毛钱就买了一个这个罐子，然后送给了当地的这个文博部门啊，这个文物主管部门啊，这个文保部门的话，其实看了以后的话，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文物啊，那所以呢，他们就赶紧就下乡，然后到镇上去收。啊，大家可以猜一下，然后他们当时是以2毛钱到5毛钱的价格，然后收这个彩陶罐，1个周的时间收了多少个啊？那么当时的话收了超过100个这个彩陶罐啊，那说明这个彩陶罐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那么当然收这个的核心点呢，一方面是保护文物，更核心呢其实是想找到这些彩陶罐是从哪里出土的啊。那整个的这个考古工作人员的话，顺藤摸瓜，然后就找到了在柳湾一个非常大型的中央墓葬社区啊。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发掘了2000多座墓葬，出土了差不多有3万件的这个彩陶罐啊。那么不对，是3000件这个彩陶罐啊，因为数量还是非常惊人的。那说明在4000年前的时候，柳湾这个地方啊还是水草丰茂啊，然后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而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啊。那几千年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变迁，那其实也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如果以后有机会去柳湾的话，可以到它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那里的彩陶罐啊，这个是非常丰富的啊。好，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黄河流域就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我这块重点呢，给大家讲一下长江下游。啊，长江下游这块的话，我们呢前面的文化里边也都介绍过了，那就是从距今1万年差不多开始的上山文化，8000年开始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松泽文化，一直到这个良渚文化。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有的，我的这个片子里边呢，其实有的这个器物呢，其实是上博的，有的不是啊。那可能从全球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里都会借来一些器物去做相应的一个讲解的一个辅助啊。然后首先呢，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这几件器物呢，其实都不是上博的啊。那么我也专门把它做了一个标注啊。那么我们就重点说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
开始吧。那么开始的话，其实就是2024年的这个10大考古发现之一那就是上山文化。距今的话，在11000年到8600年上山文化呢，可能我们讲完黄河流域以后，或者整个中原文化，大家可能传统概念里边就觉得这个中原文化是我们这个整个文化的一个中心。那么其实从距今10000年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话也不完全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山文化的这件这个陶圈足罐这件圈足罐呢，非常核心的点，其实大家看到它是彩陶而中原就是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彩陶出现的要晚一些而且它是红彩那么这件圈足罐的话，去年也来上海了然后我当时拍了它的这个照片虽然说拍了一半为什么拍一半呢？因为它另一半呢其实是修复的，是白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像拍这一半正好能凸显出这个罐子的这个美那么10000年前的时候，其实那我们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有红彩了而且器型呢，陶器的器型也是非常规整的。那么紧挨着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跨湖桥这个跨湖桥遗址的一个一个组合，一个3件套的一个组合。那么跨湖桥在哪儿呢？我们知道这个杭州有个萧山机场，那么萧山区呢就有个跨湖桥遗址那么这个是跨湖桥遗址。跨湖桥遗址呢出土了2件东西非常重要，一件呢其实是一件残破的独木舟这个独木舟呢现在即使是残破，它也是比较长的。那么如果还原到当时的话，还是比较长的。那说明我们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可以驾着独木舟轻轻松松的畅游湖海畅游湖海，除了它就春游之外的话，那更核心的其实那肯定可以打鱼弄海鲜是吧这捕鱼捉虾这些活都可以干弄回来之后怎么办呢？那如果说只是用火烤的话，那也太单调了那对应的我们的8000年前的这个跨湖桥先民呢，就发明了这个赠斧支脚这样的一个3件套的一个组合那从下边进行加热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破釜沉舟的这个釜然后就是个锅它可以煮东西在上边呢其实就是一个赠那其实就是有几个孔，那么把这个水蒸气可以弄上去之后的话就可以蒸东西了那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既可以做米饭，同时海鲜河鲜这些也都能飘香所以呢我们也不要低估8000年前的先民这个高质量的这个生活水平那其实同时的话，这个赠呢也是目前来讲的话，中国比较早的这个赠的一个使用后来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个赠，其实在全国各地以及后来的青铜器上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实现但是呢，8000年前已经有了，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大大的改善了我们长江下游地区这个古代先民的这个饮食结构和我们的营养结构紧接着的这个往下的这个就是到了我们的松泽文化时期松泽文化时期呢，这是一件这个黑陶罐这一件黑陶罐呢出土在松泽文化，这个也是我们上海这边这个比较以上海地名命名的一个文化类型那么这个罐子呢，首先呢其实它是用慢轮法做成的这个慢轮法做成的这个器型呢，它很圆，大家可以看到比起马偕奥文化的那个彩陶罐的话，它要圆得多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它周身呢，其实可以看到是黑陶那么这个呢也是用的是渗碳技术，就是在烧的过程中产生浓烟把它给熏黑，然后再打磨光之后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上半部分其实是有刻纹的这么精美的一个刻纹呢，我们叫它竹编纹那说明我们江南的这个水乡当时古代先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竹编是大家常见的一种东西。那么竹编纹呢，也是常见的一种纹饰大家就把它刻在了我们的这个竹编这个陶器上边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呢，其实闻名于世的其实是它的玉器啊。那么在陶器方面呢，其实良渚文化呢，其实还是以黑陶为主。那么这一件阔把壶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一张图片上边，其实我们看到这件黑的这个陶器上边，其实刻了这么细的这个花纹和对应的这种纹饰其实它还是把我们刻在玉器上的一些工艺或者说讲究的这个程度其实在我们陶器上也体现了出来。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那么5000年的这个起算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算的呢？那么从最新的这个考古发现来看的话，那就是从我们的良渚文化。那么良渚文化在哪儿？良渚文化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相当于长江的这个下游地区这个可能有的人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基础的，那可能是知道的，有的人可能也不是很清楚然后，为什么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呢，是我们这个5000年文明起算的这个起算点呢？这个就比较核心了。其实就说文明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它是国家。那么国家诞生的标志呢？我们之前按两河流域的这个标准呢，其实就是城市文字和冶金术但这个文明这个标准呢，适合的其实是两河流域的这个文明。但是中华文明，我们的文字比较晚都到了这个殷商时期了到了这个商代。那么这个冶金术呢，我们也不是特别早那对应的就这个标准是不是，或者说我们的文明真的没有那么早呢？其实那我们的文明其实是比较早的，那对应的其实是标准不对。后来呢，其实中国的这个考古学家们和世界的这个遗产委员会的这个专家们，其实大家还是探讨出了符合中华文明以及非两河流域文明，比如说美洲文明大家的这种文明认定的一些标准。那这样的标准呢，其实它是分成3部分的。第一个呢，就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这个城市这个大家只需要记住城市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那对应的出现了阶级阶级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其实抽象一下，其实就是城市、阶级、王权这就出现国家了那么其实这个听着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对应的就是它是怎么样从考古的这个结果去验证它呢？考古的结果验证呢，从5个方面去验证。第一个呢，就会有这个叫3重的这种城市结构。那比如说有我们的王城、内城和外城。良渚遗址的话，3重结构非常完整，它呢差不多有300万平方米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小。这个是说，它整个城的这个结构是很清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王城，特别是王宫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宫殿或者大型的这种工程，然后作为支撑那在良渚也是发现了的。那么同时良渚的工程也很大，不管是城市工程还是它的水利工程都是很大的。那么它的这个城市和水利工程整个建造的话据整个的这个良渚文明的这个申遗材料去看的话，就是预估是1万人，剔除掉必要的农时的这个农忙之外，那么要修建多长时间呢？要修建27.5年才能完成那说明这么大的这个工程量的话，其实肯定不是一个小部落，你说你随随便便你要修就能修好的所以的话，它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动用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第三个呢，其实就要有王侯级的这种墓葬的一个出土。那大家都知道，良渚文明出土了很多高等级的这种贵族墓葬那么这个也是王级的一个见证了第四个呢，其实就是这种礼制礼仪的一个产生。那么成组的成排的不管是石器、玉器、骨器还有其他的陶器这些的话有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等级，然后不同的进行分布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见证。那么同时呢，它还有统一的这种这个精神信仰就是那个对应的这个纹饰最后呢，其实就是战争和冲突战争和冲突呢，就会出现大量的
这个战争的这种痕迹，你比如说堆积的很多的这种人骨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战争和冲突比较显性的一些特征了。那么这个呢，这就是我们认定良渚文明进入国家形态的这个5个主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能看到良渚文明里边的这个人是从他们呢，因为出土了很多的一些墓葬，那么从保存比较好的一些人骨上提取必要的一个这个元素之后的话，那么经过研究发现我们整个良渚城里的人呢，然后有长三角的，然后有山东的有河南的，还有陕西的应该说，那显然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已经脱离了我们最初的这个相当于靠血缘关系去维持的这种部落的这种感觉，而是跨部落。然后跨血缘关系这样的一个构成那么同时的话，这个也出土了很大的这种粮仓。那么他们这个粮仓大概存储有多大呢？差不多可以存储40万斤粮食。40万斤粮食，这个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粮仓了。那么这个粮食呢，就已经碳化了。碳化了之后呢，我们通过对于它的这个这个金属锶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化验，就发现因为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这个植物在哪儿长的，其实它会携带当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的。那么这些粮仓里边的这个粮食那么据化验的结果去看的话，它来自于六大这个粮食产区那么应该说，这个良渚文明其实不管是刚才说到的这个3个方面，还是我们细化的5个方面，以及这么具象的这项一些案例，都证明了那么它已经形成了早期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这个话去讲的话，就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区域型国家形态。那么这样的一个认定的话，那么就正式的确认了，那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的5000年的这个起点也就找到了。那么良渚文明呢，是从5300年到4300年，辉煌了1000年到4300年的时候就迅速的陨落了。那么陨落了之后呢，什么文明又出现了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原，就是我们的黄河流域的我们的陶寺、石卯这个二里头这样的这种遗址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呢就很快的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商周时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我们的商周时期。那么商周时期呢，我们在整个的社会呢也很大的一个分化。那么整个阶级和王权的这个统治呢更加强化了那么在陶的这个方面来讲，陶瓷方面的话有4大这个技术突破。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高温白陶的烧成。那么高温白陶呢，用的是瓷土然后烧成的它也是非常白的。同时的话，它还有很多的这个纹饰模仿的是青铜器的一些纹饰第二个技术呢是印纹硬陶的一个烧成然后第3个呢是原始瓷的一个诞生。第4个呢，其实怎么3个里边那个在哪儿呢第4个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釉的一个出现那么釉的一个发明那么这4大技术的一个发明，其实它围绕的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是我们陶器之前说到了渗水的这个问题。那么通过高温白陶、印纹硬陶，发现也解决不了渗水的问题。那么直到我们出现了原始瓷渗水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印纹硬陶这一块的话，看着粗粗的，但是它的很多的一个功能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是我们做因为我们知道夏商周是我们的青铜时代，我们青铜器的这个铸造它是需要有陶范的那么陶范的很重要的一块材料呢，其实就是印纹硬陶做的所以这块的话就是我们陶器呢又进入了这个铸青铜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中那么再下来就说这个原始瓷，大家肉眼去看的话，我们看这个原始瓷怎么样了？是不是亮了、细了
啊。那么就是那这里就要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就是陶和瓷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啊？那么从肉眼可见的这个差别上区别的话，其实这是表象。那么最本质的差别其实是土的一个差别。那么原始瓷呢，瓷呢其实是用的是瓷土或者高岭土。而陶呢，用的是我们走在街边的啊，现在街都是混凝土了啊。那走在田野间啊，那个边上的这样的一些粘土，也就是普通的这些土啊，然后烧成的陶器啊，这是它本质的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呢，其实就是烧造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粘土呢，其实它的烧造温度呢，一般不超过1000度啊，超过1000度之后啊，它就炸了啊，裂了。啊，然后这个跟这个土里边的这个金属元素的这个含量是有关系的。那么而瓷器的烧造温度呢，要达到1000度以上。那么我们成熟的瓷器呢，要达到1250度以上啊。那么我们的原始瓷呢，它的烧造温度呢，其实是在1000度到1250度之间啊。所以呢，首先它的一个硬伤呢，其实是这个烧造的温度啊是没有达到成熟瓷器的烧造温度的。那么另外呢，其实它这个瓷土呢，就是还是含有一定的这个杂质的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釉啊，釉的一个发明和使用。那么可以看到这件原始瓷上是有釉的，它发亮啊，一方面美观，另一方面呢干净卫生啊，还能防渗水。但是这种釉的技术呢，还是比较早期的，还是不是很成熟的啊。但是釉已经出现了。啊，但是釉呢不是陶和瓷最本质的一个差别啊，它主要还是在土和火上。好，我们商周时期啊就说到这么多。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说，哎，我们这个陶器和青铜器在造型上，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应该说在中国青铜器的早期阶段的话，很多的青铜器呢模仿的其实是这个陶器的一些造型。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鼎啊，然后呢，后期呢，其实特别到了原始瓷的这个时期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陶器或者原始瓷呢，就开始模仿青铜器的一个造型。你看，我们这件原始瓷，它就是模仿青铜尊的一个造型啊。那么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相互模仿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原始瓷其实在全国出土了很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后边可以留意啊。它基本上就有2个特征。第一个呢，大部分模仿的是青铜器的造型；第二个呢，就是它都有釉，但是有的亮，有的不亮啊。不亮的它就有掉釉的一个现象，说明釉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好，我们接着往下就讲到我们的这个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那么这一时期呢，最大的这个贡献呢，其实标题上写了成熟瓷器的诞生，但是我还是先讲一下这个陶器。那么左边呢，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这个陶器啊。然后这个陶器呢，首先我们看第一件陶器呢，其实是兵马俑啊。为什么我放一件兵马俑呢？因为我们馆里没有。然后那个什么其实要看的话得不管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是兵马俑博物馆这些地方，包括国家博物馆啊都会有啊。为什么我要放一件兵马俑呢？因为兵马俑我们在欣赏和惊叹它和我们真人一样大小。这个表情丰富的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兵马俑。为什么呢？因为兵马俑满足了当时最高统治阶级对于活人陪葬的最低要求啊，它挽救了多少生灵啊？那所以呢，我们其实是要感谢兵马俑的。好，讲完兵马俑呢，其实那秦始皇的时候呢，为了统一六国，那希望在那个世界里边也打打杀杀的。但是后来我们到了汉代，进入了一段相对平稳的稳定的一个发展时期。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人物啊、动物啊，然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陶器的这个领域啊。那么同时的话，中间这2件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的陶器上也是可以上釉的。上了釉之后的话，其实是我们这时候这个叫做低温铅釉陶啊，它烧出来以后呢是黄黄的、绿绿的。这个绿呢，其实就是它里边有铜的这个含量。那么氧化铜在低温下呈现出来淡淡的这个绿色。但是呢，氧化铜在低温下呢，其实是有微毒的啊。所以这些低温铅釉陶呢，主要是陪葬的这个名器。
那么日常生活场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醉舞俑。那么我觉得最有名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彩绘的这个说唱俑啊。那么说唱俑的话，其实在国家博物馆有一件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是三峡博物馆有2件啊，然后川博啊那一件也有人说是复制品啊，然后当然它还会有跟这个长得不一样的啊，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这个俑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说唱俑呢，都体现了我们相当于是西南这个区域啊，这个古代的这个先民啊，然后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多看的啊。好，讲完这个陶器，那么我们就说瓷器。那么这一时期呢，成熟瓷器在我们的这个东汉时期呢就诞生了。那么右边呢这几件呢都是成熟的瓷器。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一件就是我们陶瓷馆里边第一件成熟的这个瓷器。那么大家肉眼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器型还可以。第二呢就是釉呢有流釉的一个现象，大家可以看到黑黑的这些，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烧造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为什么我们说它达到了这个成熟瓷器的一个标准呢？因为它实现了烧结，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我们陶瓷的一个专有名词。烧呢就是燃烧的烧，结呢就是结果的结。烧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上一次呢有一个专业的这个陶瓷专业的这个学生指导我，然后烧结的这个温度啊要达到1240度到1280度之间。为什么要达到这个温度向下呢才能烧结呢？这就跟我们这个瓷器的这个瓷土里边的这个金属元素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瓷土啊，其实它2种主要元素是它的骨架，是支撑起整个架构的，那么是硅和铝。另外呢，6种元素呢是它的血肉，那么铁、钙、钠、钾、镁、钛啊，这些元素呢，其实是在1240度到1280度这个时间，这个温度向下的话，他们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水呀、气泡啊，然后其他的这些杂质啊，然后就该燃烧的燃烧，该释放的释放啊，然后全部都吐干净。吐干净了之后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密度啊是最高的啊，含水量是最低的。在这种状态下就叫做烧结。烧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是岩石的状态啊，是不是挺好笑的？那么我们这个岩石呢，其实通过几百万年或者上亿年的时间啊，风化，最后风化成了土啊，风化成瓷土。我们呢又把这个土、水、火一把火一烧，把它又烧成了岩石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状态呢，虽然说它都是岩石的状态，但是它一前一后啊，一来一回啊，和它有了为我所用的本质差别啊。那么这时候成熟的瓷器就诞生了啊。那么因为成熟的瓷器相较于上一件原始瓷呢，它的颜色其实是青绿色的，原始瓷是青黄色的啊。这个在颜色上会有一些差别啊。那么因为瓷器呢可以就地取材啊，造价低廉，干净卫生，所以迸发出来了蓬勃的这个生命力，那么进入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那么同时这里其实刚才也能看到啊，然后我们这里有青瓷啊，然后还有一件黑瓷啊。这个黑瓷是什么样的一个其实这里就有一个颜色背后的这个秘密了啊。相当于是这个黑瓷之外的3件呢，其实都是青瓷啊。那么其实就是跟我们2个因素有关。最核心的其实是跟我们胎和釉中的铁的含量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联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烧造的这个氛围，就是烧造的你是有氧的还是无氧的这种或者缺氧的这种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啊。但是主要还是跟铁的关系有关。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铁的含量呢特别的高啊，它就会烧成黑色，就是我们黑瓷啊。如果特别低，它就会烧成白色，是白瓷。那么一般中等，然后它就烧成的是青黄色或者青绿色，这个是跟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啊。这样的话，其实大家瞬间可能就明白了哦，原来我们的白瓷、黑瓷、青瓷其实背后都是铁在作怪啊。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2件啊，一件呢叫青釉虎子，一件是莲花尊。那么青釉虎子呢，其实为什么讲这一件呢？其实这件东西呢，它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其实它就是一件尿壶啊。那为什么说这件尿壶呢？比较核心的其实是，它是做了一个虎的一个形状。你看它做的一个老虎的一个形状啊。这一方面呢，其实是说，那我们当时啊，这个能工巧匠做的这个虎的形象非常好。另外的话，你看大家如果看到它的这个肚子上，其实虎是长着翅膀的，它是飞虎啊。那么为什么要做成一个老虎的一个形状，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尿壶呢？其实这个是有一种说法啊，是说西汉的时候这个李广射虎，取义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李广当时是把一只老虎射死了啊，那么当时也是很振奋人心的啊。那么后来的时候呢，做这个尿壶的时候取义这么一个取义，然后做的。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怎么不大说虎子了？因为现在我们说马桶，对吧？那么到唐代的时候呢，李渊的爷爷啊叫李虎啊。如果民间大家都喊着虎子，那肯定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啊？那所以呢，当时就改名了，就改成马子了啊。再往后呢，就变成马桶了啊。这个是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的一个传说啊。然后反正也传说，大家听一听啊，热闹热闹。然后再就是右边这边这个青釉的莲花尊啊，然后这件青釉莲花尊呢，体现出来的是佛教啊，在东汉的这个中晚期的时候传入中国，在我们瓷器上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件莲花尊的上半部分呢，其实最顶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飞天的啊，它的中间这个畔这个边上呢，其实是有团龙啊，再往下呢，其实是变形的这个莲瓣纹和我们的这个菩提纹。再往下呢，其实是2个复联，中间呢是一个复联，下边呢也是一个小的复联啊。那这些元素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元素。那么从这一件莲花尊上呢，就体现出来了佛教传入中国在我们瓷器上的一种呈现。好，接下来呢讲2个小专题。第一个呢是堆塑罐，第二个叫鸡首壶。那么堆塑罐这一块呢，其实是这一时期啊，只在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一个什么呢？一件名器啊，陪葬的这个名器啊。这件名器它有什么样的变化规律呢？就是它刚开始呢是五连罐啊，一个大罐4个小罐，后边变着人物动物啊，这个亭台楼阁全上去了啊，就变成堆塑罐了啊。但是你别看这个小小的堆塑罐啊，它上边呢，其实不管是说我们在工艺上边，还有在这种，因为它既有圆的，还有方的啊。其实对于一个瓷器的一个烧造的话，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技能啊技术都是在这个堆塑罐上能呈现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堆塑罐呢，也是集我们当时的制瓷技艺的一个集大成者啊。那么这个堆塑罐里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有2种东西，一种呢其实是五谷，那这个东西很好理解。另外呢有骨灰啊，这个是堆塑罐。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鸡首壶。那么鸡首壶这个东西呢，这个展柜里边我们放了好多鸡首壶。那么刚开始呢是前面是一个鸡头，后边是个鸡尾，变着的就变成前鸡头，后边是一个手柄，再往后呢是龙形手柄啊。再就是说，这个鸡首能不能倒出来东西啊？那有没有流？那刚开始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贴塑，没有啊。后来是有流了，可以倒出东西了啊。这件东西呢是干什么的呢？早期呢据考证的话，三国时期呢它应该是一件陪葬的这个名器。那么到后期的时候，它又变成喝水和喝酒的一个酒壶了，或者水壶了啊。那么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有流了之后，你看往出倒酒啊、倒水，其实就方便了很多啊。那么其实我们古代先民，其实为什么他们这个喝水喝酒用鸡首壶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古代先民比较崇尚鸡啊，因为在这里有提醒因为鸡有五德。古人呢，因为鸡呢也是中国古代先民驯化比较早的一个家禽了啊，那对应的就是那也是人类的好朋友。那么古代的人呢，其实对于鸡的这个崇拜比我们现在要强的要多得多，因为他认为鸡有五德，有哪五德呢？分别是
文德、武德、勇德、仁德和信德啊。文德呢，其实就是这个鸡冠长得像我们文官的帽子啊，未来文官的帽子啊。那么所以就是鸡有文德。第二个呢，就是鸡的武德。那么大家平常吃鸡爪，吃各种鸡的这个东西啊。然后那个什么，那这个鸡，我的问题是，鸡平常走路的时候，它的大拇指着不着地？哎，可能很多人想想，哎，着不着地呢？应该不着地啊。对的，鸡的这个大拇指平常是不着地的啊。为什么它不着地呢？哎，它平常走路4个爪子就够了啊。那么什么时候拿出来用呢？在斗鸡的时候。哎，那下一个呢，其实就是斗鸡啊。斗鸡呢，就是体现出鸡的勇德。那会儿的时候，不管这个上至这个宫廷这个皇家还是民间，斗鸡呢是一款爆款游戏啊，大家都玩啊。那么斗鸡呢，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鸡的这个勇德啊。接下来就是鸡的仁德。鸡的仁德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很多这个鸡相关的这个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不会是一只鸡啊，然后一般他们可能会画一群鸡啊。为什么呢？因为鸡呢有仁德，它呢发现了这个好吃的以后啊，它会咕咕咕咕咕呼唤自己的伙伴一起来吃，它不吃独食，这个是鸡的一个仁德的一个呈现啊。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鸡有信德啊。信德怎么体现呢？就是没有闹钟，没有手机啊，孩子要上学呀，冬天了，家长也起不来，醒不来，怎么办呢？养一只鸡，它到点了就给你打鸣，然后就很讲信用啊，这就是鸡的武德。好，讲完这里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隋唐五代时期那么从陶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低温铅釉陶经过上一个时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沉淀，那么终于在隋唐五代时期迸发出来了这个辉煌的一面。那么迎面而来的就是我们的唐三彩啊。唐三彩呢是低温铅釉陶的技术在唐代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呈现啊。那么唐三彩呢是这一时期呢，它主要就是陪葬的这个名器了啊。那么一般陪葬的话会用什么呢？会用一对天王俑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天王俑啊，他们一般呢都是脚下是踩着小滚的啊。如果没踩滚是什么呀？没踩滚的呢，它一般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士俑啊。那一对天王俑，然后一对镇墓兽啊。镇墓兽呢，其实它，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一对镇墓兽，其实它俩之间是有区别的啊。一个是人脸，一个是兽脸啊。然后兽脸的这个呢，它的名字叫祖明啊。然后人脸的这个呢，它的名字分成3个阶段。刚开始叫地轴，后来的时候在唐代，后来到宋代的时候呢，它叫祖司啊。到了金元时期呢，它又变成这个祖司了啊。然后那这都是它的这个名字啊。那么一对天王俑，一对镇墓兽。那么比较讲究一些人呢，还会随葬这个12生肖俑啊。12生肖俑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陕西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机场博物馆啊，他们那里的一个图片了啊。然后那也是寓意这个人在那个世界里边，然后时间永续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再讲究一些呢，还会随葬这个文官俑、武官俑啊。这个呢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朋友拍的给我的。然后这是一个文官，一个武官啊。然后那其实如果把整套的这个唐三彩这些东西配齐了之后啊，那这个规模气势应该还是比较惊人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再进入唐三彩的一个专题女性专题。那么这个女性专题呢，充分体现了我们隋唐时期我们女性的英姿飒爽、以胖为美和优雅端庄啊。那么英姿飒爽就不说了，大家骑马射箭骑马然后蹴鞠什么的这些都玩啊。同时还流行女扮男装啊。我们第一件俑呢，其实实质我们标的是一件男俑啊，但是我觉得放在这个里边应该也不排除是女扮男装的这种
这种概念哦。然后中间这个以胖为美，大家也都很清楚了。然后再下来这一件其实比较特别，它的袖子是蓝色的，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唐三彩它最初的颜色呢是以绿色、黄色和这个白色为主啊。那么这个蓝色呢是比较少见的。这个蓝色呢是用什么烧成的呢？其实它是用钴烧成的。钴呢就是未来我们烧青花的这个料。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一时期呢，其实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据考证呢，它身上的这个钴料啊，因为不是我们本土产的，而是顺着丝绸之路进口来的啊，那也呈现出来了丝绸之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啊。那么当然这时期用这个钴料呢，也会烧唐青花啊。那么在很多的一个地方呢，其实会有珍贵的唐青花啊。这个唐青花呢，它的颜色呢比较淡。啊，然后像水泡过一样那种颜色啊，但是呢，这个唐青花是有的啊。最右边这个呢，非常值得给大家去说啊。除了它这个发髻比较有意思之外啊，更核心的，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其实相较于之前所有的人，其实它是坐着的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那么坐着的啊，这个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呢是。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从席地而坐，后来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开始坐板凳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你不像东亚有些民族现在虽然说日常办公他们是这个坐着的，坐在凳子上的，但是回家他们还是席地而坐的啊。那么我们呢也是为数不多的。然后能坐在凳子上，这样改变这个坐姿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啊。这件凳子呢，其实它不叫凳子，它叫全蹄，是一件佛教用品，其实是佛祖做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从什么时间传进中国的呢？差不多是在南北朝时期的时候，其实它也是顺着这个丝绸之路和我们的这个佛教一块儿传进来的啊。当然传进来的同时呢，还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胡床。胡床是个什么东西呢？可能很多人是知道的胡床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马扎子啊。那么这个马扎子，那为什么那会儿的时候佛教他们用呢？那主要那会儿的时候他们骑骆驼骑马，然后骑得比较累了，然后呢就把这个马扎子从骆驼或马上拿下来，往地上一放摊开往上一坐那就休息啊。所以呢，我们在隋唐时期这个床就指的是胡床啊。那么这个凳子呢，其实它叫全蹄这么一个佛教的这个专有的这个名词。它上面是个圆的，中间呢其实是稍微敛了一点，往下呢又是开口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吧那么这里可能就刚才我说到了胡床我们就能想起一首李白的诗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李白说的这个床是不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床对的，我们有粉丝打出来的全题是对的，就是这样写的对的，不是的不是现在的这个床不是床，有人说它应该是榻但是呢也不是榻李白据考证的话，这个对是胡床胡床就是马扎子所以呢，其实李白当时吟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站在一个马扎子边上看着这个明月这个洒在地上以后，疑是地上霜，思念故乡的那如果说他是看在地上的这个月光的话，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他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呢？那么据考证唐代的这个建筑因为唐代的这个建筑，他们的窗子其实不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拉窗，这种横着这种开的，而是上下结构上下结构的话，特别是从下边往外一推，然后除非你这个窗子上不糊窗子纸，其实平常这个月光是照不进来的所以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很专业然后窗外在室外，对的那如果说那他要在室内，他是看不见这个月光的。所以的话，李白是站在室外
啊，一个马扎子边上看到了地上的月光，思念自己的故乡的啊，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颠覆啊？但是呢，这是一种说法啊，然后反正这个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啊。好，我们说完唐三彩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要说一下我们这个隋唐五代时期的这个词的这个进步。那么词呢，在这一时期呢，直接就南青北白长沙彩，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啊。南青呢，主要是说南方烧青瓷，这一时期我们的青瓷烧成了我们青瓷历史上的巅峰之作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顶级品种叫秘色瓷啊。最近前一阵时间不是流行这个太平年嘛，然后秘色瓷在里边也扮演了在吴越国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亮眼的这个角色。大家能看到啊，包括那个谁他丈母娘要摔掉一个秘色瓷的这个器物的时候啊，然后他弟弟就制止了他啊，然后说这个你摔这一个碗值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当时剧情里面设计的是300亩水田啊，这个其实是有些夸张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凸显了当时秘色瓷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也是秘不示人的，只有在我们的这个皇家和这个中原王朝，然后大家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后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秘色瓷就消失了啊，在我们的这个隋唐五代以及到宋代以后的话，其实日常生活中没有秘色瓷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秘色瓷长什么样，只听说过它是我们青瓷的这个顶级品种啊。那怎么要想知道它，只能靠一首诗的2句话来想想它叫什么了？叫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哎，千峰翠色就变成秘色瓷的这种标配了。这个标配，这个想象其实是很抽象的，都没见过的时候，它就很难弄了。哎，对，有人就说了，法门寺地宫，对，1987年的时候，法门寺地宫出土了这个地宫里边的这个账务册，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名贵的这个东西啊，那其中就标明了有10几件秘色瓷。那么我左侧的这个就是法门寺博物馆的巴棱净水秘色瓷瓶啊，这个就是标准的秘色瓷啊。当然这个呢，因为它用油纸当时包装的啊，所以呢这个颜色呢多少是有一点沁的这种颜色的。但是呢，它是我们至少是后世第一次正式的看到秘色瓷。那么这一件呢，也是我们秘色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之前认为是标准的这个颜色了啊。再就是说，我们在后来的是这个苏州博物馆有一件也是我们的195之一了啊。195的话就是195件禁止出境文物之一啊。那么这一件秘色瓷应该说，哎呀，这个图片上看的是不是让人很想多看2眼呢？啊，那确实这张图片拍的特别好。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呢？那确实是很美啊。那么如果大家看它现实的图片长这样的话，其实那就没有那么美了啊。因为现实呢，其实苏州博物馆的话，其实它把这个秘色瓷呢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但是那个展柜特别的大，然后呢，同时还拉了一圈警戒线，然后拒人千里之外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反正拍出来，我觉得再加上昏暗的这个灯光下，哎呀，其实感觉没有那么好看。说这个的核心点呢，其实是到最右边就是既有不幸的地方，又有幸运的地方。就是因为吴越国是我们秘色瓷的这个老家嘛，那钱镠作为吴越国的国王不管是钱镠母亲、钱镠的妻子、儿子们，这种墓葬里边肯定陪葬了好多的这个秘色瓷啊。所以呢，不好的消息呢，其实是钱镠墓被盗了；好消息呢，其实是破案了，大部分的这个秘色瓷都被追回来了啊。那么整个钱镠家族这块出土的这个器物的话，直接支撑起了一座3层楼的吴越文化博物馆啊。吴越文化博物馆的1楼呢，其实是精品的这个我们的吴越国的这个不管是瓷器，然后玉器、宝剑，还有整个的，反正介绍的是整个吴越国的这个历史，还有他们的一些佛教的一些信仰。那么第2层呢，其实是它的这个什么玉器然后还有
这个金银器这样的这个生活用品第三层呢，整整第三层全部是秘色瓷铺过去的。哎呀，这个秘色瓷吧特别漂亮，但是呢唯一的一点呢，其实就是拍不大出来。我不管是拍照还是录视频，其实这一件呢，最右侧这一件是我精挑细选，觉得这一件还能代表这个秘色瓷的这个感觉的这一件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标准的秘色瓷的这种铅锋翠色这样的一个颜色，非常美的，在这个灯光下，因为它非常纯美，然后对应的就是底部然后釉也很亮，然后明明是空着的一个钵，但是你看着里边像是有水一样就是特别美。好，这个就是我们秘色瓷，然后我们其实这几件都不是我们管理的，我们管理的有这2件，这一件呢，其实是我们之前说它是有这个秘色瓷的气质的但是对比起前3个的话，大家看这个气质还是差一点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碗值得给大家去介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碗呢，其实是我们属于中外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碗。这个碗呢，它的造型模仿的是萨珊王朝的金属器的一个造型，它是海棠式的这个碗那么像一个海棠花一样那么这个碗呢，其实模仿的这种海棠式碗呢，其实存世的是非常多的但是这一件呢是全球最大的所以呢，值得大家多看2眼。最后呢，其实就是它这个底部这个碗底是有16个这个黑点的16个黑点其实是它架烧，就是烧它的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然后架烧了别的东西留下来的这个痕迹。好，接下来呢，这一件壶值得给大家去多做一些介绍。那么这个壶呢，其实是我们馆里边为数不多的我们刚才一路走下来，第一件然后身上带字儿的这个瓷器那么其实我们在青铜馆随随便便一件带个字儿，然后王做了什么器，保子子孙孙都很美，然后哗一下子一延展就是历史故事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陶瓷上面呢字儿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一件呢是为数不多的写了很长的字儿的这样的一个瓷器。它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呢？它写的是会昌7年改为大中元年3月14日清明故记者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字其实是首先呢是从上往下写，第二呢其实是从左往右写的，这个是和我们传统书法里边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这里写这么字这么多字说了个啥事儿嘞？会昌7年是哪一年呢？会昌7年呢是公元847年再往前走2年就是会昌5年。会昌5年呢，在中国历史上爆发了非常有名的灭佛运动这个我们历史上一共有4次灭佛运动，那么会昌法难就是4次灭佛运动中最狠、力度最大的一次灭佛运动那么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东汉时期的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国那么一路反正有兴盛的时候，又会有被打压的时候那么其实前面也打压了好几次，但是呢毁灭性没有这么厉害。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就特别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唐中期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经济或者说这个佛教它占了很多的一个良田，那么佛教呢也不交税，那么僧侣呢特别的多，那么全国大的寺庙呢大寺有5000多座，然后小寺好像当时有3万还是多少吧然后整个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从业人数呢达到了30万然后30万的从业人数，他们的奴仆的话有15万那其实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都不交税，然后还占着很多良田。那这一时期呢，其实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寺院呢，其实对外出租这个土地，收租子，放高利贷整个对社会其实还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时期那会昌帝呢，其实就看不下去了，那就决定灭佛这次灭佛运动狠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长安城只保留2所寺院，每所寺院标配10名员工那么其他城市只保留1所寺院那么这么一个力度下去之后
会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猜一下，会有多少人同时失业呢？哎，据史料记载啊，同时会有26万人失业了啊。那这充分体现了这个佛教当时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啊。26万人同时失业都变成了纳税户啊，这一下子国家还是改善了不少的，财政改善不少。那么另外的话，在灭佛的过程中啊，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灭佛的过程中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佛像嘛？那么佛像呢，其实它也是用青铜做成的，用铜做成的。那会儿的时候，整个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啊，这个钱，比较缺钱啊。那其实灭佛的过程中，哇，提供了优质的铜，所以呢，把这些开了光的这个佛的这个铜啊，哗，很多人把它就各地呢都把它造成了这个钱币啊，就是我们的开元通宝钱。那么如果大家熟悉这个钱币史的话，唐朝的这个开元通宝钱呢是分成两类的，一类呢就是普通的开元通宝钱，就是建国的时候就发行的；另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带昌字的。这个就是会昌法难时期的这种开元通宝钱啊。这个昌字呢，其实有解释呢，其实是说取义的其实是会昌的这个昌啊。它最早呢，其实是从扬州开始发起的。那么扬州这块的话，其实毁了好多佛以后，就造成这样带昌字的这个开元通宝钱啊。那么为了保证这个钱的这个质量啊，然后国家呢也要求各地在灭佛中铸的这个钱啊，都得单独标注一下啊。那么其他城市呢，其实就没有标昌，它标的是城市的这个简称。那么目前的话，应该那会儿的时候，应该有20多个城市吧，都会有带着这个字儿的这样的开元通宝钱啊。那么到了这个会昌5年的时候，到会昌6年的时候啊，这个灭佛运动就其实如火如荼吧啊。那么另外的话，其实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释迦牟尼啊，当年这个死了之后啊，然后圆寂了之后的话，他的骨灰然后烧完之后的话，他的舍利呢，其实当时是放在了全球很多国家。那么其中呢，给中国放了多少呢？放了19块啊。这19块呢，其实是分布在我们从西往东，然后从南往北都会有有19个寺院啊。那么在灭佛运动中啊，非常非常遗憾，有18所寺院里边的这个会昌帝当时也下令，就说这个佛骨也应该毁了就给灭掉了，都给毁了。那么还有一个保存了下来，大家知道在哪儿吗？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法门寺啊。那么法门寺的当时的这个僧侣啊，然后还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然后用了一个假的这个替代把真的保留下来了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冒险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法门寺的这个佛舍利了那么好，那到了会昌的这个6年的时候这个会昌帝就驾崩了驾崩了之后的话，他的叔叔就继位了。继位了之后的话，其实因为灭佛这一块吧，灭到一定程度了，那对应的就是他的叔叔是不灭佛的，对应的呢其实还是信奉佛教的。那这一时期呢，那好了，那这个佛教又可以恢复了在这个时候呢，恢复佛教寺院的这个过程中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当年灭佛运动中铸的开元通宝钱这不都那个什么了吗？都标注了很清楚吗？所以呢，全部都收回来了，又把它融回去了，又变成了我们的这个佛像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搞这个钱币收藏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商机就是但凡存世的带着昌字，或者说当时的这个地名的这种开元通宝钱，都是非常珍贵的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其实你看这一件这个带字儿的这个瓷器我们一讲吧，一下子就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里边去了那么其实这里边他写的是什么呢？到了会昌7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新皇帝呢就改年号了，改为大中元年这个胡写的是个什么字呢？就写的是会昌7年，改为大中元年3月14日。清明，故记之耳记了这么个事儿那么3月14日是清明，
其实我们不是4月初，我们也刚好是清明嘛，我也查了查。那么确实，公元847年的这个清明那一天呀，阴历是3月14日，阳历是什么日子呢？是4月5号。哎，惊喜不惊喜？跟我们现在今年的阳历4月5号的清明是完全一样的也是。那么从这个时间上，从阳历上去算的话，我们这个虎啊，然后刚刚过了它1179年的生日。好，我们讲完这个南清了然后下来我们讲这个北白北方呢主要烧白瓷。那么北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瓷土分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越往北它天然的这个瓷土中的铁的含量越低那么刚才前面已经铺垫过了，那铁的含量低，它就容易烧成白瓷那么越往北越白。那么中间这3个白瓷其实有2个其实是白中泛青的，有一个呢白中泛黄那白中泛黄的就是巩义窑的，然后在河南另外2件呢是邢窑的，在河北。好讲完白瓷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讲这个长沙窑长沙窑呢大家比较核心呢，其实还是要记住长沙窑的这个长沙彩瓷而且是个釉下彩。好，这3件器物里边，我们在后边稍微展开讲一下，讲一下这个红釉直壶这个红釉直壶呢，其实上一次据一个专家说呢，其实是这一时期然后为数不多的这个高温这个红釉直壶的这个完整器那么长沙彩呢，在我们右边的这张图上体现的会更明显一些，它是用铁水或者铜水然后在胎上直接进行绘画，绘画完了之后上釉以后1200度的这个高温下进行烧造，烧完之后的话，其实就呈现出来这种褐彩的这种褐绿彩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就叫釉下彩的这样的一个工艺釉下彩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烧青花的一个工艺大家可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烧青花这就找到了它工艺的这个最早的这个源头，这个就是长沙窑创烧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件这个青釉的这个鹦鹉杯它是隋朝的这个越州窑的一件这个文物了。那么这个杯子呢，造型特别的这个奇特那么鹦鹉杯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是这一时期全国人民用它来喝酒用的喝酒的为什么说它是喝酒的呢？因为李白有一首诗告诉我们它是喝酒的。他说：鸬鹚勺，鹦鹉杯，百年36000日，一日须倾300杯。对不对？它就是喝酒用的那这个杯子呢，其实它模仿的是鹦鹉螺的一个造型然后鹦鹉的身子和腿都是在这个杯子里边的，2只翅膀呢，其实顺着杯沿把整个杯子包了起来，用刻花花的工艺勾勒出整个这个鹦鹉的这个羽毛，然后栩栩如生。好，我们接着往下，我们讲宋辽金元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呢，这里整个中国陶瓷呢进入了一个全盛的一个时期。那么5大名窑、8大窑系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那汝关哥峻定，然后8大名窑大概就在这儿。好，那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展品吧那对应的5大名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汝窑关哥峻定这几件呢，其实都是我们馆里的这个展品了。大家其实从他们的颜色、他们的这个形制和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特色，其实都能看出来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特色你比如说这个官窑这块的话，那重点呢，其实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南宋的这个官窑，因为北宋的官窑因为黄河改道它就淹没在这个黄土中找不到了那么南宋的官窑呢，它的特征呢其实是紫口铁足。那么上面这一件青釉盘呢这一圈呢就是紫口，然后下面的这一件青釉瓶的这个底部黑黑的就是它的这个铁足那哥窑这块更有名的其实是它的金丝铁线。那么我们后边
展开说。首先呢，说一下这个汝窑。那么汝窑呢，古人说汝窑为魁，今人说汝窑为首啊。那么汝窑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么其实也是在很重要的这个 C 位的。那么我这一件呢，其实没有用管理的那一件，因为那一件的光线不够。那么我用的其实是刘一谦的这个龙美术馆的这一件啊。当年呢拍出了2.94亿港元的这一件汝窑盘。大家可以看啊，这件汝窑盘呢，其实有几个看点啊。第一个呢，其实是这个汝窑啊，它非常稀少，因为它烧造的这个时间特别短。那么存世的呢，目前来讲，全球有明确记录的存世的汝窑器呢，应该在90件左右。所以呢是非常非常少的。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刚才五大名窑一对比，大家看到这个汝窑的颜色是很不一样的。这种颜色呢就叫天青色啊。那么我们大家最近流行的歌叫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他唱的就是汝窑啊。那么大家说，这不是个青花瓷吗？然后其实人家后来的时候专门澄清了，说我唱的是汝窑的这种天青色。那么天青色呢，也是宋徽宗呢，其实对窑工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啊，叫什么？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窑工就想苦思冥想，然后做成了这种颜色啊。这种颜色应该是符合宋徽宗对于天青色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再就是说，它上面有细细的这个开片啊，左边的这个图上这个开片非常明显啊。这个开片呢，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冰裂纹啊，像冰裂了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同时的话，它的烧造工艺呢很特别，它因为徽宗呢追求完美啊，不希望相当于是这个烧的这种痕迹啊，在汝窑盘上能明显的看出来，所以呢，窑工发明了这种支烧的这种痕迹，它就是用支钉在它的底部，然后进行支撑，然后烧造完了之后，把这个支钉敲掉，敲完之后的话，会留下白白的这种小点儿，这个小点儿呢，我们叫芝麻钉啊，这个就是汝窑的芝麻钉。大家在右边的这个图上是可以看到3个小的芝麻钉的，看见了没有啊？再往下的话，其实就是汝窑的汝窑的这个釉啊。这个釉啊，这个釉啊，有观众着急了啊，这个玛瑙入釉，对的啊。现在呢，最新的这个考古发现的话，应该是确实是有玛瑙入釉的一个情况的啊。再就是它的胎啊，它的胎呢是香灰胎，其实它的胎呢其实是不是很漂亮的，它的胎呢其实是像香燃尽了之后的那种灰的那种颜色啊，但是呢糊上就是上这样的一个釉之后啊，其实它把它的胎已经彻底的包住了，你都看不出来它的胎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是我们汝窑重点关注的几个看点吧。下来呢，我们说这个官窑和哥窑啊，左边的这个是个官窑，右边是个哥窑。官窑的话，其实刚才说到了，主要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官窑啊。南宋官窑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其实是它有很多的模仿的是这个礼器的这种造型啊。你像这个呢，其实它模仿的就是一件青铜簋的一个造型啊。这个双耳炉呢，也叫簋式炉啊。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这种这个干饭神器的这个青铜簋啊，簋的一个造型。那么就是南宋政府为什么要做很多的这个模仿礼器的这个瓷器呢？比较核心的其实是它是在一路呢是在金人的这种打杀之下来到的这个临安府的。那么就是传统的礼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器、青铜器啊，这个都让金人掠夺走了啊。那怎么办呢？那要祭祀，那要去用传统的这个礼器。那最快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瓷器直接来仿制啊。那也会可以用陶，也可以仿制啊。那所以这一时期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仿礼器的这样的一些瓷器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窑。官窑的话也会有细细的一个开片啊，但是它更明显的特征其实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紫口铁足啊。右侧这个是我们的哥窑啊，哥窑的话就是金丝铁线啊。有观众刚才也提到了啊，金丝铁线，那就是它这个窑工呢，其实他把开片呢用
染色的这个工艺啊，就是反正就是用把它染得更突出，然后粗粗的呢叫铁线，细细呢叫金丝啊，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歌谣的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了。那么这个五足喜呢，上边呢是5个如意足，下面5个如意丁啊。那么其实它这个碗底呢，这个足底这个洗底里面其实是有6个小黑点的，这6个小黑点呢也说明烧它的时候还架烧了别的东西。那么它下边呢其实还会有一个矮圈足啊，矮圈足是不着地的啊，这个也是它非常独特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件五足喜呢，值得给大家去说，非常核心呢，它是目前来讲全球仅此一件。好，下来呢，我们说这个官窑和我们的定窑和我们的这个钧窑啊，定窑这块的话是5大民窑中唯一一个以烧白瓷为主的这个窑口，那么它位于河北的这个曲阳啊。那么定窑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白瓷呢，其实还是延续了我们北白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在河北啊，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呢是白中泛微微的这种黄，比较温暖这样的一个色调。啊，那么定窑的白瓷呢，是人民群众特别喜欢的，上至宫廷，下至我们的这个民间啊，大家都觉得干净卫生啊，所以呢，这个定窑呢，其实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啊。那为了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呢，这个定窑呢发明了这个复烧法，它其实就是用口沿朝下，然后放在垫圈上进行一层一层这样摞起来。这个烧造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啊，但是它口沿处呢就不能上釉，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这个口沿呢相对比较粗糙。那么窑工呢也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啊，发明了这个包边技术，用金银铜进行包边啊。包边以后的话，那金比如说皇家使用，好了，那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就拉开了啊，拉开档次之后的话，那其实大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喜闻乐见的啊。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做相应的一些装饰的话，会用刻花、划花这样的一些工艺，但是刻划花都是人一个一个刻划的，它的效率会比较低。后来的时候，他们就又用印花啊，这个印花的工艺呢，其实就在定窑上面后来应用的会比较多。那么他们的印花呢也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啊。你比如说这种云龙纹腾云驾雾的这种感觉特别美好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定窑。再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钧窑。钧窑呢，大家记住2句话就可以了，叫钧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第2句叫钧窑带红，价值连城啊。因为钧窑的这个釉啊，特别的有意思。它这个釉啊，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元素啊，这里边比如说就有铜啊，那么这个钧窑呢会发生在整个烧造过程中啊会发生窑变啊，窑变呢就是你在烧之前的时候涂上釉之后啊，你是不知道它会烧成什么颜色的啊，不管是说烧成一个这个天蓝还是月白还是玫瑰紫还是海棠红，这个东西都是不可预见的啊。但是烧出来之后的话，哇，就很漂亮，这就是出窑万彩的意思。那么特别是它这里边有铜，那高温向下啊，在一定的温差，差不多在20-30度的这个范围内啊，铜是可以烧成红颜色的，高了低了都不行啊。那么所以呢，钧窑能烧出这种红颜色呢，就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么也体现出来高温铜红的这种技术挑战。那么同时，对，就是开盲盒啊。那么那个钧窑的话，其实位列5大名窑之一啊。当然，这里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么，上博这边官方给的呢，其实是说钧窑呢，2种。第一种呢，其实它主要还是以民间窑口的时候呢，它要不就是在北宋的末年，要不就在金代来开始烧的。那么如果是官军这个官军的话，差不多得到了明代这个是钧窑这块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它算不算5大名窑？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其实是有一些有不同的这个理解的这块的话，反正大概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几种说法那么钧窑呢，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贡献呢，其实就是它烧成了这个高温的这个铜红就是这种红颜色，非常不容易。
再就是说这种铜红打破了以铁成色的天下啊。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说白瓷、黑瓷、青瓷它都是铁啊，而红是铜啊。这里其实是我们钧窑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贡献，就是高温铜啊打破了这个铁统治天下这样的这种历史贡献。好，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八大窑系。八大窑系这里边其实会有一部分呢，其实跟我们的五大民窑有重叠的。你比如说钧窑、丁窑、定窑啊，然后那我们重点就说说不重复的啊。磁州窑，磁州窑这块的话，其实它的胎不是很好，那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窑工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么他们发明了，其实就是说人长得黑怎么办？那有的人说黑就黑呗，然后但是有的人说我就不想我黑怎么办？那就化妆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的在瓷器上面也有一种土叫做化妆土啊。那么这个胎不行，瓷土不行，但是呢，抹上化妆土之后，其实它一样的白啊。所以呢，抹上化妆土，然后再上相应的一些釉啊，这个就是磁州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了。那么磁州窑呢，做的很多东西呢，其实还是生活化、民俗化一些啊，进入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这个是磁州窑。耀州窑这块的话，它是在陕西的这个铜川啊。那么耀州窑闻名天下的其实是它的这个橄榄绿啊，同时它的刻花的这个工艺深浅这种刻花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么有人考证呢，就说它这种橄榄绿呢，其实是因为用煤烧出来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铜川啊，其实也是中国产煤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一时期呢，他们用煤烧代替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柴烧啊，那么烧成了这种橄榄绿这样的这种颜色。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龙泉窑。其实龙泉窑很有名啊，龙泉窑这块的话，它在釉上面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创新。那么它创新了，用的是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对应的这个石灰碱釉啊。用石灰碱釉呢，这个釉的特点呢，其实是说它特别的，就是流动性比较差啊。对应的那它就可以把这个釉啊烧得很厚，很厚的就意味着什么？它就这个胎啊其实都不重要了啊。那么我把这个它甚至龙泉窑最极端的时候，它的釉的厚度是比胎还厚的。啊，那在这种厚度下，它往出烧的时候，它整个釉的这种玻璃质感啊，就非常非常强。那么烧成了其实就我们非常有名的青瓷中的梅子青和粉青啊，这样的一些有玻璃质感和玉质感。因为说玻璃质感感觉好像低了一点，其实它是玉质感的这种感觉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我们的釉啊，釉层厚了之后，它像玻璃一样啊。这个有玉质感的啊。这个龙泉窑呢也是名扬天下，然后也是风靡全球啊。他当年出国的时候也是，当时正好欧洲流行一部这个影视一部剧啊，然后当时的男主角然后穿的这个衣服啊的这个披风的这个颜色啊，其实跟这个龙泉窑的这个颜色是比较相近的啊，以至于说那很多的欧洲人就把我们的龙泉窑这种颜色叫做塞拉铜啊。这个也是对的，有观众打出来了啊，叫塞拉铜啊，因为那个男主角的名字就叫塞拉铜啊，所以可以足以见得这个龙泉窑当时惊艳的走向全球，然后直接就获得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名字。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景德镇窑。景德镇窑呢，在这一时期呢，其实它刚开始的时候还在模仿定窑啊，但是模仿很重要，因为定窑影响深远，同时它是白瓷。那么白瓷的话，未来因为我们景德镇未来要变成那个一家独大，掌控天下的这个窑都的啊，那它得烧成白瓷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知道，这个南方其实是烧的是青瓷啊，那对应的那景德镇怎么烧出白瓷呢？其实它模仿的就是仿定啊，仿定窑。仿着发现原来其实我们烧成白瓷的核心秘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秘密，而是控制我们这个胎和土中的这个铁的这个含量就可以了。那从此呢，我们的南方窑口也可以烧出白瓷了。这个是为我们景德镇窑未来烧青花奠定了一个基础啊。
然后景德镇窑它的这种白釉呢，也是非常好的，叫青白釉。那么这种青白釉呢，其实是白，同时呢还有一种青绿色的这种感觉然后这种呢也叫影青它这会儿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白瓷做的特别薄，你如果打上灯光之后其实是可以半透明的这个也是景德镇的这个白瓷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了。这个都是给未来做青花去做准备的。当然了，这个景德镇未来原来的时候叫不叫景德镇呢？它是不叫景德镇的，它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它叫昌南镇昌南镇昌南镇呢是哪一年改名的呢？它是公元1004年的时候改名的1004年呢，中国发生了2件事一件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澶渊之盟还有一件小事什么小事呢？就是全国各地都上贡了很多的这种东西，然后给景德皇帝看景德镇就是这个昌南镇上贡的这个瓷器，然后让这个皇帝龙颜大悦从此呢就把这个景德这个年号就赐给了景德镇。那么从此呢，这个昌南镇就叫景德镇了那么大家可以模仿一下这个老外的这种发音，你觉得这个昌南像什么？像不像 China 昌南有可能然后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China 其实就是昌南这个音译过来的那也有可能就是那会儿的时候，外国人最早见到我们昌南镇的瓷器就觉得很好然后那就 China 昌南好，这是一种说法。好，接下来就说说这个建窑和吉州窑。建窑和吉州窑，它俩其实都是这种黑釉黑釉的话，建窑这块呢，主要是它这个兔毫展那么兔毫展这块的话，其实就像这个叫什么，像兔毛一样的这种感觉因为那会儿的时候流行斗茶，然后用这样的这个盏然后去斗茶，这个白色的泡沫在黑色的茶盏里边凸显的特别明显所以呢就是斗茶的一个。当然这个我觉得建窑的这个更有名的其实是这个叫什么嘞？叫天目天目的这个品种，那几件的话都是在曜变天目这个品种，那几件的话都是在日本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日本的去看那么再就是这个吉州窑这块的话，它是贴花它用剪纸贴花或者木叶贴花，然后呢做这个黑釉也增添了几分情趣吧那么以上呢，其实我们就把宋辽金元时期的这个瓷器讲完了。那这一时期呢，就是也达到了我们一个瓷器的一个高峰对应的呢，其实大家看到在过程中呢，其实是不是也感到其实比较核心的其实是胎和釉反正胎不好用釉可以去给它包装，然后釉不好，那其实胎也是可以去挽救它的所以呢，它俩之间的组合就是胎釉的这种互补组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元明清时期了。元明清时期呢，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一家独大？因为前面刚才说了5大名窑、8大窑一些这么多欣欣向荣的这些窑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就只剩一家独大了呢？我觉得这里其实几个方面吧。4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从技术这个层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元明清时期我们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历史发生了重要的一个转折，它从原来的单色釉转向了彩瓷那么特别是这种釉下彩瓷为代表以青花最为代表。那么从技术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这个青花它是用什么样的，它的技术要求是什么样的呢？它要白白的胎，透明的釉，还要有非常好的估量。这样的话，因为你看它这个釉它必须是透明的，这样你才能把里边的花体现出来。但你这样要体现出来花的话，那你相当于这个瓷的这个胎要特别的白那么同时，那我们其实是蓝的这种釉嘛，蓝的这个青花，那你要呈现出这种蓝色，那你的这个青花料要特别好，同时它要穿一个透视装，大家才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青花的这个技术和刚才
宋元时期的这个技术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刚才说它只是一个胎釉互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青花的技术其实是胎釉钴三个之间它是一个叠加关系，而且是一个指数型的这种叠加关系所以它的技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高科技而景德镇呢，其实在自然资源方面呢，其实是具备这样的一些资源的。那首先呢，其实是说它的这个瓷土这一时期发明了这种二元配方就是它也面临一个就是传统瓷土不足，但是呢，那怎么办呢？其实是这时候就发明了这个和高岭土的一个搭配二元配方。二元配方之后的话，烧出来的瓷相当于又大又白。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做大的这种器物了同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白那这是它的一个资源优势但是呢就是其他的窑口有没有很多的高岭土呢？非常遗憾没有所以在二元配方时代呢，一下子在资源的这种约束上面，至少在瓷土的约束上面，景德镇就跑赢了很多人。下来呢就是政府。那么这时候呢，这种高技术的这种创新必须要有政府的扶持。那么政府做了2项扶持，第一个呢，其实是在景德镇设立了这个浮梁瓷局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进行管理。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是那肯定有皇家的这种审美和财力的支持了那么同时的话，通过这个进口的这个钴料，然后那就优先就用在了景德镇上。那么特别到了这个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钴料，那肯定还是优先在景德镇来使用这样的这种背景向下的话，其实景德镇在这几个方面其实都会有比较强的这种优势。最后就是贸易了，贸易这块那主要还是说那你比如说好的这种钴料你得进口来呀对应的就说那我们不管是元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统一的这种横跨这个欧亚大陆这样的一个广阔的这个范围，还是说我们永宣时期的这个郑和下西洋，其实都是为我们的这个进口这些钴料以及我们加工完了之后出口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条件那么对应的再往下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种需求呢，也在持续的旺盛那么从宋代开始的话，我们的瓷器就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那么大家呢，从我们生活的日用以及到死后的陪葬冥器，那么瓷器呢无处不在。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两河流域后来或者西方他们的玻璃器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先进，或者说发展的非常强盛的。但是中国的玻璃其实为什么发展的不怎么地？其实大家如果去一些玻璃博物馆的话，会发现我们其实早期的玻璃中国还是可以的，后来的时候怎么就不行了呢？其实最核心的其实差不多就是在宋代的时候，那么这个瓷器以绝对的优势，然后碾压了玻璃所以呢，中国的玻璃行业其实就没有，后来就没有很多很深的这种发展了。好，以上几个方面呢，其实就促成了我们景德镇窑在这一时期开始，它就一家独大了。好，那我们说这个元代呢，先说这个元青花元青花的话，那就是我们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器物了。那它都是进口的钴料，然后非常的蓝非常的鲜艳那么有人说这个元青花呢，为什么能够这么有名呢？其实非常核心的一点呢，其实是它告别了我们单色釉的这种婉约式的这种表达，而相应的就变成了我们相对直接的这种奔放的这种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的这个改变，其实也获得了比如说我们自己民族还有我们的这个游牧民族以及伊斯兰文明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应该说3个文明之间找到了最大的交集
啊，这样的话，哎，这个元青花呢，就是国内国外大家都喜欢啊，这个是一个点。那么另外呢，其实元青花一般画的比较满，那么我们怎么去欣赏它呢？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弦纹，它会有弦纹呢，把它分开。你比如说左侧的这个罐呢，其实它就是5层结构啊，最上边，哎，接下来在中间，再往下，再往下，它是5层结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就说怎么去欣赏这个元青花。元青花呢，一般它画的这个青花啊，它不是一朵花啊，它可能会是好几朵花。那么我这里放2个盘子，左边这个盘子是目前在美国这个大都会这个博物馆的，右边这个是上博的。那么这2件盘子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在它不是最中间啊，就是靠边上的这一块这一圈里面，它会有不同的这个青花。啊，那不同的青花呢，其实大家看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平常看花啊，有3种主要的这种姿势，一种呢是俯视，一种是平视，一种是仰视啊。那么在它这一圈这几个花里边，其实就能体现出来这3个视角。当然，元青花更出名的其实是之前呢2.3亿人民币，那么拍卖市场上左侧的这一件这个鬼谷子下山的这个图罐。啊，这个是让元青花直接风靡全球，一下子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件器物了。右边这一件呢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了，然后它去年的时候也来上海了啊，叫青花凤首扁壶啊。这个扁壶呢，其实还是元青花的这种典型代表。那么同时呢，它出土于我们的元大都。啊，那么我们后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青花是在国内烧成的，后来在元大都发现了这第一件啊，这个青花凤首扁壶，证明确实是在中国境内烧成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世的这个元青花在哪里会多一些啊？在我们目前打仗的伊朗会比较多一些啊。好，下来呢就说这个对的，中华艺术宫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元明时期的釉里红啊，釉里红呢其实就是接的是刚才绢红里边提到的这个高温的这个铜红啊，然后它的烧造难度非常大。那么在元代的时候呢，其实就烧成了这个釉里红。大家看左边的这一件这个釉里红的这个人物屏啊，它上面呢是彭祖烧香啊这样的一个构图啊，应该说虽然说有晕染，而且红的有点枣红，但是它烧的已经非常非常精美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往右边再看，那中间这一件和右边这一件，特别中间这一件呢，也是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大家看还红不红啊？其实显然就不红了啊，那说明釉里红是非常难烧的，温度高了低了都烧不出来啊，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洪武大帝呢，一定要把这个釉里红烧成，为什么呢？因为他姓朱啊，然后朱就是红颜色，对吧？第二个呢，它是什么呢？它参加的是红巾军啊，又是红。第三个呢，它是南方政权，南方属火啊，那又是红。那烧没烧成呢？啊，这个其实是故宫这边的几件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可以养养眼看一看啊。那么其实到了明代啊，其实很多可能都跟皇帝有关，所以我这里做了一个明代的这个皇帝的大概的一个世袭表啊，重点呢，其实我们一会儿呢会重点呢，比如说从刚才朱元璋已经讲过了啊，明太祖，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永乐和宣德时期啊，永乐和宣德时期呢，这个是属于明代的比较兴盛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这一时期不管是郑和下西洋，还是这一时期的这个青花啊，以及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宝石红啊、宝石红、祭红的这样一些烧成，因为这个红啊，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朝代都能烧成的，特别是就是这个高温铜红啊，只有在盛世才可以烧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要想穷就烧红”啊，所以呢，就是这个高温铜红是非常非常难烧的。而永宣时期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盛世啊，所以他们是烧成的。再往下呢，就到了正统、天顺还有景泰啊时期，再往后就成化、弘治，然后嘉靖啊，然后隆庆、万历，然后再往后就没了。那重点呢，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我们会讲一下。那么首先呢，其实就是
要想穷就烧红啊，那就是我们的永乐和宣德时期的这个红釉盘啊。这样大家看这个红釉怎么样啊？是不是就已经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了？中国红的这种颜色啊，那所以这一时期的红釉呢，也叫宝石红，也叫祭红啊。那么我们古代人呢，也祭天、祭地、祭日、祭月啊。那对应的他们对应什么颜色呢？那么祭太阳，那么我们就用红色；祭月亮，我们就用白色啊；祭天就用蓝色，祭地就用黄色。这个是当时我们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时期当时定的。那么记这四个主要的这个方向，然后对应4种颜色啊。那么这种红色大家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特别右边这个宣德的这个宝石红啊，它一圈白啊，看得很明显。那么这一圈白呢，也叫灯口草啊。那么就像我们古代的这个点这个灯啊，然后灯芯儿也叫灯芯草，就是我们灯芯儿最里边的那个地方，其实它烧的时候你肉眼看其实是泛白的啊。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口沿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釉啊不容易留住啊，它就把里边的这个白胎啊露出来了啊，这样的这种灯口草。啊，当然了，就是左侧的这一件永乐的，它更讲究。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中间又放了一个它的放大，大家可能看的也不算特别的清楚，但是它里边是有云龙纹的啊。已经这么红的情况下，我们的永乐大帝还是在这个盘子底部画了一个云龙纹啊，这个也是非常讲究的啊。下来呢就说这个白，那么这时期呢，永乐大帝的这种永乐甜白。啊，这种白呢，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青白还不一样啊。它的颜色呢，像我们这个叫蔗糖的这种颜色，就是白中微感觉有点黑啊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这种白呢，我们把它叫月光白啊。那这种白呢，也是我们祭月用的啊。再下来就是宣德的这个青花啊。当然，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从宣德朝开始，然后我们的瓷器上面开始写年款了。大家可以看到右侧这里大明宣德年制啊，这5个字中这6个字中啊，前5个字啊，然后大家看其实有一个字跟我们现在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德字，它的这个心字上边，德的这个心字上边是没有那一横的啊，这个是宣德年款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当然了，如果这个特征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它就不是特征了，大家都这么仿了。好，接下来呢，到这个正统时期啊，正统时期呢，其实有一段认为这一段时期是一段空白期啊，觉得因为兄弟2个人争皇帝嘛，然后这个争来争去的，因为历史上这一时期爆发了我们的这个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啊，那么其实瓷器方面的年款又不写了，然后大家觉得都空白了，然后感觉进步不大。后来的时候，考古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不仅进步大，而且很大，而且烧成了这种大龙缸啊，这样的这种青花的这种大龙缸啊，然后非常的难烧，它的成品率啊不到5%啊。这个青花的这个龙缸上边呢，其实它整体因为它比较厚又比较大啊，然后温度太低烧不透，温度太高容易这个烧裂烧变形，所以是下了血本烧成的。那么这个龙缸上面的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龙呢，其实我重点不讲这个明代和清代的龙具体怎么区别了，大家可以从3个方面到时候去留意去看。第一个呢，其实就是他们的头发啊，这个头发是向上直接怒发冲冠的，还是飘逸向后进行这个飘逸的啊？第二个呢，其实是他们的爪子啊，他们的爪子呢，是都一样长。啊，长短一样还是有长有短。第3个呢，其实是他们的嘴。如果他这个嘴啊闭着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其实就是他嘴如果张开的时候，你要看他的上颚长还是下颚长啊，这个都是我们明清龙啊，在这3方面是有区别的。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看一件这个瓷器上面一个龙，你可能都知道这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好，接下来呢就到了成化时期啊。成化的斗彩非常有名，就是最右侧的这个成化的斗彩鸡缸杯，当年呢拍出了2.8亿港元这样的一个高价啊。那么这个斗彩鸡缸杯呢，大家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然后我们馆里也没有，然后只有一件这个斗彩葡萄杯。那么这件葡萄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它很明显的其实是什么样子呢？它
它上边呢，其实它的图案的边缘，大家可以看一下，留意一下啊，它的图案的边缘都有淡淡的蓝色，是不是？这个呢就是斗彩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它就是在右下用青花，然后把未来我们的图案的这个轮廓全部勾勒出来，勾勒完了之后上釉烧完之后出来。出窑之后然后再上其他的这个色彩。那么其他的色彩呢，其实这种色彩呢就叫釉上彩釉上彩呢也叫低温的这种釉上彩。那么上完之后，它在低温差不多在有的可能700度，有的在900度吧，然后再烧一次，然后就成型了这个斗彩呢，它的取义呢就是釉下的青花和釉上的这个低温彩争奇斗艳这样的这种感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叫斗彩那么成化的斗彩非常有名呢，其实它之前的这种斗彩呢，其实是一种颜色斗5种以下的颜色，而成化的斗彩呢，可以实现一种颜色斗5种以上的颜色应该说就非常的这种绚丽了。那么这一件葡萄杯呢，其实据考证的话，它的全球存世量其实是比我们的斗彩鸡缸杯还要少的，所以呢它更珍贵。这个上面的这个葡萄，这就是我们说的姹紫嫣红的姹紫。好，我们继续往下就是红质的这个黄釉红质黄釉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红质黄釉呢，就是它的这个黄釉呢，就是我们的叫鸡油黄我们现在不杀鸡了前面也说这个鸡手壶但是前面现在不杀鸡了。如果大家有杀鸡经验的话，你能看到鸡油鸡油呢就是这样黄黄的亮亮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化的红质的这个鸡油黄。这个鸡油黄呢也是中国黄釉历史上的最高品质，以后后代朝代的话都没有烧出来过。好，接下来呢就是嘉靖的这个青花五彩那么其实乱世之后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高温铜红釉的这个技术就失传了就是从那个兄弟争完以后后边基本上大家都看不到这个红色了。那么现在能看到的这个红色叫青花五彩，其实它是用的是釉下这个蓝色是釉下的这个青花而上面的这些颜色呢，其实都是釉上的低温彩那么这个红色呢，用的是低温铁红这个铁红的特点呢，就是它不是很红，它不亮它发黄这是我们的这个低温铁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嘉靖的这个青花五彩呢，它这里和斗彩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大家可以在右边这个图案上看得很清楚，它的这些图案的这个轮廓边缘是没有蓝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斗彩和青花五彩最本质的一个差别那么接着往下呢，就到了这个清代。清代的有这么多，那重点呢，其实清代的盛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康雍乾三朝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康乾盛世这一时期是比较盛世的。那对应的就是在瓷器上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展现。那么首先呢，其实就是高温的这个红釉烧成了，就复烧出来了。因为这个技术失传了好多年之后一直到明代灭亡都没有烧出来。到了清代以后，到了我们的康熙大帝，然后就成功的把它烧出来了。大家其实这里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在我们现场的这个展柜里边看的会特别清楚。它首先从红的这个颜色上分成2大类，第一类呢其实叫不亮的，就是这一件呢也叫珊瑚红，它就是我们的低温铁红，剩下的都是亮的，它们都是高温铜红这是2大类。下来呢就是这个高温铜红呢又分成3小类。左侧这2件呢其实是我们的霁红或者说宝石红这个是之前的这个技术。这一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新品种，叫做狼窑红狼窑红在这里可能看的会更清楚一些狼窑红它的颜色呢其实是像牛血凝固了一样的颜色，是一种深红色那么他是当时的这个江西省的这个巡抚郎廷吉那个在江西
监督窑务的时候啊，创烧出来的这个新品种啊，这个新品种它的特征呢，就是它是像牛血凝固了一样的这种深红色，再就是它的特征是叫脱口垂足狼不流。脱口呢，就是它的口沿部位，其实大家看到其实有点白白的。垂足呢，其实它的这个釉啊向下流，流到最下边的时候，如果往下继续流的话，流到底的话会沾到别的东西，它就坏了啊。对应的它会有一条指釉线，然后这个釉呢其实是流到它这个底部边缘的时候，它就不往下流了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技术啊，这叫那个脱口垂足狼不流啊，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其实国内呢，把这个狼窑红呢就直接翻译成狼窑 red。然后比较简单直接。大家如果去欧洲的一些博物馆的话，可能看到不是这样翻译的，它叫 Thunderbolt 啊，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法语啊，就是牛血红的意思。好，接下来在边上的这六件呢，其实是一种新品种，但是呢又是一种意外，它就是我们的豇豆红。啊，有人说豇豆啊，其实这个确实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它读豇豆啊，其实它是豇豆红。豇豆红这六件呢，其实它是一场意外，是什么意外呢？就是我们烧高温铜红这个宝石红的过程中啊，这个铜离子啊特别的活跃，它会带着水分和气泡啊往我们杯子的这个口沿部位进行集中以后啊，它这个口沿部位啊，它的这个铜的这个含量呢就特别高。那么特别高以后啊，如果我们的窑温降了之后啊，瞬间氧化啊，它就会形成氧化铜。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件上面其实更明显啊，就是绿的。那么其实这六件器物的它的口沿部位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小绿点啊，这个就是氧化铜啊，就是迅速氧化导致的。你其实按说呢，它就是我们烧高温铜红的一个失败品。但是它如果绿的恰到好处啊，绿的这么独一无二啊，那再写上大清康熙年制，那它又是绝世珍品了。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件这个康熙时期的这个全五彩啊，为什么叫全五彩啊？其实它也叫五彩啊，然后它是有意去区分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嘉靖时期的青花五彩的，因为这一时期啊，我们的蓝彩啊可以低温烧成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前面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们的蓝彩其实是一直用的是青花釉下彩来烧成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釉上的这个蓝彩发明了之后，我们的所有的图案其实可以直接在釉上一次把它画完啊，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个烧制。那是不是？那因为低温彩的话，它对这个整个图案的这个影响，就是因为高温彩的温度太高，它对图案的伤害会比较大啊，容易变形。而低温的话，其实它对图案的保真性其实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啊。所以的话，其实这种的话就是提高效率，然后同时呢还能保证质量啊。这个全五彩呢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彩瓷啊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给大家就说完了。什么特征呢？它就是从最早的全部都是釉下彩，变着，就是釉下和釉上结合，一直走到最后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全部是釉上彩。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相当于古代这个彩瓷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好，讲完这个，大家应该就也比较专业了。以后彩瓷这条线你就很清楚了。因为釉上彩如果你上手一摸，它是凹凸不平的啊，而釉下彩它是包在釉里边的，它是光滑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彩瓷的这个发展路线。那么这里再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件康熙的这个釉下的这个三彩啊，这一件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因为刚才提到这个釉下彩是比较难烧的，而且铜红特别难烧。它温度要求很高，然后呢，如果你同时能够把红色、蓝色和这种豆青的这种微微泛黄的这种颜色同时烧出来，那这个技术要求水平是特别高的啊。所以呢，这一件呢，这个釉下三彩呢，也是非常有挑战的这种技术难度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有人着急了，粉彩呢？对呀，因为刚才的这个五彩呢，它叫硬彩。
啊，对应的就会有软彩。那么软彩呢，就是粉彩啊。那粉彩呢是用玻璃白进行打底啊，然后用这个干净的毛笔蘸上水之后啊，蘸着颜料进行绘画啊。那么他画的其实就跟我们画水彩画一样，所以呢，他画出来的这个画面啊，特别特别的细腻啊，同时的话层次感啊，这种特别强啊，墨分五色的这种感觉呢，就特别的具有这种穿透力啊。那么这是一件雍正的这种粉彩。那么粉彩呢，最早呢也是我们康熙大帝时期创烧的。那么到了雍正时期呢，粉彩呢就迅速的占领了高地，那么挑战了青花的这种位置。那么这一时期从康熙乾隆时期雍正乾隆时期，那么这个粉彩呢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啊。啥是软彩？软彩就是粉彩啊，因为我说软彩是对的，是前边那个五彩，那个五彩呢叫硬彩，硬彩呢它是没有很强的这种层次感的，而软彩呢，这个粉彩呢，它是能够把这种层次感能够画出来的啊，然后你能看到这种远近深浅啊，你一个桃子，那它从绿色、黄色、红色、深红色。都能给你画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件瓶子呢，特别值得给大家去说的，其实除了它是粉彩画的之外呢，更主要的其实是，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福桃，这个它上面有8只桃子，有2只蝙蝠，那寓意呢就是福和寿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那么在很多的这个盘碗碟上都会有这样的粉彩这个福桃纹，但是在这样的橄榄瓶上，其实全球仅此一件。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雍正，就是各朝都会有橄榄瓶，但是雍正朝的这个橄榄瓶，它的比例是最美的那我们在最美的橄榄瓶上又画了一个这个福桃纹，这么唯一的这个福桃纹，是不是已经很珍贵了这个还不在这儿。这是哪个灯吗？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是他的身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其实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他们家族里边的一件台灯座平常呢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当台灯座的那么台灯呢就放在它上边后来的时候，他们处理这个家具和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拍卖行就上门去收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件器物很特别，然后就拿到拍卖市场一拍就拍出了4150万港元这样的一个高价，由张永珍女士拍得之后呢，就很快就赠送给了上博。赠送给了上博之后然后那上博呢就把这一件赠品，因为它也是我们也有人说这是我们陶瓷馆这个镇馆之宝之一然后呢就常年展示给大家看，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出国的有可能是八国联军侵华，也有可能是皇帝的馈赠也有可能是民间的这种贸易，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几百年过去了，它漂洋过海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又是这么的全球唯一，是不是非常值得大家多看2眼？好，讲完粉彩下来，我们再讲一件珐琅彩珐琅彩呢，其实又是一种新的这种品种了。这个呢就是乾隆时期的当时画的这个珐琅彩呢，比较有意思。那么这个珐琅彩呢，它用的是珐琅料，珐琅料呢是全进口的这个料那么它这个瓶呢，白瓶呢是从景德镇做好之后就入宫了之后，宫廷的御用画师画这个用蘸着油和这个珐琅彩的材料，然后进行绘画完了之后然后入窑，在宫里边低温一烧就出来了。因为这样的珐琅彩的瓶这些器物然后只在宫里使用，所以又是宫廷御用画师直接画的。那其实1912年清政府关门之前的话，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有珐琅彩那么这个珐琅彩呢，其实它的这种画面呢，其实更细腻，然后它是蘸着油进行绘画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看到，其实就跟我们说的这个油画一样，它的这种细腻的程度和这种颜色的这种过渡是非常非常美的。那么乾隆呢喜欢画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喜欢9个
啊，雍正呢喜欢8个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看这个雍乾时期啊，然后器物判定年代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叫雍8乾9啊。那么这一件这个鹌鹑瓶上面有9只鹌鹑啊，那这也能呈现出来，体现出来我们乾隆的这个酒的这种追求啊。那么同时乾隆朝的这个瓷器啊、彩瓷啊画的都比较纷繁复杂啊，那继承了相对繁华的他爷爷相对繁华的这个一面啊，那么同时的话也要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么这个橄榄瓶上面有长长的竹枝，又有9只鹌鹑，它的寓意就是长治久安啊。那么有鹌鹑，有菊花，还有落叶，那么它的寓意就是安居乐业啊，这样的一种寓意。那么你看小小的一个这个瓶子上面其实都有这么深的这个寓意，那也是足以见到我们乾隆帝的这种讲究啊。那么最后再下来呢，我们看一对姑。那么这一对姑呢，其实是我们要讲一个2个男人背后的男人的故事啊。怎么这么去说呢？因为我们看这个雍正、乾隆这么多的这种瓷器啊，精美的瓷器啊，它跟我们的这个督陶官是有关联的。那么这对姑呢，左侧的这对姑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的督陶官唐英烧的。那么他是在乾隆5年烧的，其实是5供啊。那么应该还会有一个香炉，2个烛台，在一对锅这样的一个5供。供在哪里呢？供在了北京门外大街上边的一个庙里啊。那这供在这个庙里啊，他是许了很多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愿望啊。那么它这个锅上边呢，其实是有13层的这个10几层的这种青花的这个结构啊，也把当时的这个主要的青花的纹饰在上边都呈现出来了。那么这个人呢，其实15岁就入宫了，那么潜心研究这个陶瓷工艺很多年跟陶工啊同吃同住，然后也写成了这个陶瓷的这种巨著。不管在雍正朝还是乾隆朝，那其实都烧出了很多的这种精品的这个陶瓷。精品的这种瓷器啊，那应该说它也是我们非常相当于非常强的一个督陶官了啊。那么其实它的左侧的这个是它的这个许愿的这个锅，那么右侧最右边呢，其实是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件唐英的这个题记的这个锅了，青花锅啊。这个锅呢是据说啊是他的这个还愿的锅啊，那说明他许的愿望实现了啊。那有还愿锅，那肯定也做的是5供。那现在各种流落吧，最后留下来只有这一件了。大家如果以后去国博的话，可以看到这一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清代的这个雍正、乾隆，特别乾隆时期的这个仿生瓷。那应该说乾隆呢，其实追求叫求新求变，那么其实对督陶官的挑战也很大啊。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让瓷器啊去模仿一切可以模仿的东西啊，仿生瓷不管是你看仿木的、仿石的、仿这个竹的啊、青铜的、玉的啊，各种都会有。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再讲一下明清时期的其他窑口。刚才讲了那么多啊，其实一直在说景德镇啊，景德镇确实一家独大，但是也不代表其他窑口就没有了啊。但是其他窑口的影响力确实是要弱了很多。你不管是说这个龙泉窑，还是钧窑，还是德化窑，还是宜兴的紫砂壶呀，还是其他的这些，那他们的影响力就会弱很多了啊。好，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就把中国古代陶瓷史的历史啊，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那么从2万年前的陶片一直讲到清代的这个瓷器啊，那么这些品种、这些东西我就不赘述了啊。那么大概就讲这么多。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因为前面的时候跟Zoe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呢，也说到了，就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如果大家对这个陶瓷感兴趣，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那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那么就叫短期成为专业人士的3步法。第一呢，就是阅读至少5到8本这个行业最专业的书籍。第二个呢，就是熟悉认识至少200个专业术语。第3个呢，是与行业的大咖对话或者听其讲座啊，这个是3步法。3步法其实大家觉得好像也挺好，但是怎么做呢？
比如说从陶瓷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会给大家推荐这些东西。那么就是枯燥的这些专业的书，那比如说我推荐6本吧。然后轻松的读物啊，你比如说这个涂老师和马未都他们写的这些关于收藏啊，关于这个陶瓷的这些书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浅显易懂，然后容易上手。然后再就是说其他的这块的话，你比如说这个简明的这个陶瓷词典，这个可能是专业术语的一些内容。下来呢，其实就是可以看一些B 站上面的一些视频然后比如说中国考古大讲堂他们的第3季、第5季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重点它讲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夏商周断代之后再往前，就是我们的新石器时代这个古国时代，然后反正差不多就是1万年到我们差不多夏陶4070年之间这一段中国的这个古代历史是什么样的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是各个主要的考古遗址的这个考古的领队，然后他们来讲的，也有很多的这个考古的这个大咖他们去讲的。我觉得可能我对未知比较感兴趣吧，所以就是对夏商周断代之前，比如说古代中国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他们的生活，人们身高吃的什么呀，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古国或者我们的古文明是怎么一步一步演进成后来的样子的，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同时的话，讲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那其实如果摸一摸这种文物瓷器，是不是感觉会更好那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有机会的话，在你所在城市里边也可以留意一些专业的一些拍卖会，他们会有预展一些陶瓷的一些拍卖会，他们会提前预展。如果预展你知道展期的话，其实都是免费的，你可以去。然后当然就是如果价值不算特别高的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在他们的柜台上手摸的然后可以深切的去体会好，我就讲到这么多，辛苦陈老师。辛苦老师，其实大家应该今天也能感受到，老师其实不管是历史、工艺然后包括背后相关的朝代的一些历史文化其实都有讲到。今天其实借着陶瓷，我们了解了非常多的东西。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也不多耽误老师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之前收集了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老师可以我们回答一下。然后刚刚也有同学们，也有朋友在直播间一直在问老师的小红书号辛苦陈老师。然后这个是老师的小红书号，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陈老师常年在博物馆做志愿讲解，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老师的小红书，老师在小红书里都会分享一些他日常的逛展的一些经验，然后还有一些看书的分享。老师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前面收集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呢其实已经在分享过程中解决了，然后老师可以挑一些